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这是自古以来各国在战场上所奉行的理念，因此在古代敌对国之间也很少任用对方的将领，更别说让别国的将领位居人臣。而又这样一个朝代，他的地盘横跨整个亚洲，无数的民族效忠于他，这其中就有无数的一国将领，他就是大唐。朝朝有唐，天比万国，一个拥有着无数外籍将领的朝代。这其中有的是一国皇子，却甘愿为大唐效力，更有着在危难之际再造大唐之神将。那么这些外族将领有哪些人？他们又为了大唐做了那些贡献呢？今天就跟着阿角来盘点一下5位大唐的5大名将。你听过宦官也能有儿子吗？李元亮本名骆元光，祖上为安西波斯人，本姓安，幼时被宦官骆凤仙所收养，因此改名骆元光。少年时代的骆元光高大俊美，果敢善计。从军时被上尉所赏识，担任宿卫，就是负责警卫京城与王宫的军官。不久后又立功升任太子詹事。镇国军节度使李怀让很是看重骆元光的才华，就向皇帝上书任命骆元光为镇国军副使，领治所华州诸军事。骆元光在华州的潼关领军10多年，深得下属的信任，将士都信服他，从未因为骆元光的长相与其他人不一样就不听命于骆元光。骆元光时期的大唐正由盛世转向衰落。唐德宗时期，在安史之乱中起到关键评判作用的各节度使拥兵自重，根本不服从中央的调配。唐德宗上台后积极地对付地方藩镇，却因其措施过于的激烈，招致各镇节度使的不满，随即引起节度使叛乱的4镇之乱。为平息叛乱，德宗采取了藩镇对付藩镇的办法，利用各节度使之间相互讨伐，从而在平息叛乱的同时，也可以削弱剩下节度使的权力。建中4年783年8月，叛乱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发兵3万，围攻河南襄阳。为解襄阳之围，德宗诏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支援。10月，姚令言率军5000抵长安附近，将士一路风餐露宿，十分疲惫。本以为千里而来可以得到朝廷的封赏，却什么也没有。一气之下，发生哗变，拥护前泾原节度使朱此为主帅，率军反攻长安。唐德宗逃亡奉天。11月，朱此派遣大将何望之以轻骑兵偷袭华州。此时董敬害怕弃城逃跑，何望之占据华州，准备在华州招募兵士，阻断由华州向东的道路。骆元光从潼关率部而出，趁着敌军麻痹之际奇袭华州，何望之战败而逃。此后，骆元光在华州招兵买马，修缮城墙，抵御了叛军朱此的多次进攻。叛军的势力辐射也得以被骆元光遏制。因华州之战中出色的战功，骆元光也被朝廷任命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等官位，一跃成为了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。次年，骆元光率军与总督李胜一起进攻长安，在光泰门大破叛军。骆元光身先士卒，率先攻入城中。在骆元光等人的英勇下，官军得以收复长安。骆元光有意让功于李胜，率领自己的部下出城驻扎在张敬佛寺。不久，德宗再次加封骆元光，封地500户。贞元2年786年7月，吐蕃率部入侵西南边疆，并占据咸、夏2州。骆元光奉命支援，在骆元光以及唐朝名将浑坚等人的奋战下，很快打败了入侵的吐蕃将士，收复咸、夏2州。吐蕃大相上节赞惧怕唐军实力，多次派遣使者向唐朝求和，约盟，朝廷应允。5月，朝廷下令骆元光与浑坚2人各率本部将士前往清水城与吐蕃会盟。其后吐蕃又将地点改为平凉川。骆元光认为吐蕃人奸诈，便提议将2人的部队整合，扎营一处，以防有变，但被浑坚以合兵驻扎违背朝廷命令为由拒绝。骆元光到达平凉川，依旧认为吐蕃军必生变，暗中将本部兵马移到浑坚军周围，令部下严阵以待，防止吐蕃军偷袭。翌日，
吐蕃果然趁着浑坚前往会盟的路上突袭军营，浑坚军大败，多亏了骆元光率部及时赶到，稳定住了军心。等到浑坚感觉情况不对，赶回军营，军营已在骆元光的带领下展开了对吐蕃军的反击。不久，吐蕃大败，骆元光与浑坚合兵一处，徐徐退军。因为骆元光的及时求援，导致唐军并未有过多的伤亡。同年7月，德宗感念他的功劳，特赐李姓，改名元亮。姓李，这在唐朝的外籍将领中可谓是极高的荣誉。李元亮也越发的对皇上效忠。贞元4年后，朝廷加封李元亮为陇右节度使。李元亮在陇右等地开展屯田，训练将士，抵御了多次吐蕃的进攻。吐蕃王也因此深深的忌惮其人。自此之后，李元亮作为唐朝的西南屏障，扎根陇右，直到病逝。李元亮虽为外籍将领，但在唐末本籍将领尚且叛乱的情况下，李元亮依旧可以遵循自己的本心，对大唐从未有过不臣之心。且李元亮屡立战功，是大唐的忠勇之将。高仙芝，高丽人。高仙芝是唐玄宗时代的著名外籍将领，本为高句丽人，高姓乃是高句丽王族扶余族的王姓，因此高仙芝为高句丽皇族后裔。父亲高摄基为唐朝军事将领。公元668年，高句丽被唐与新罗联军攻灭后，高摄基带领全家迁至中原，又因官位的调动，升迁为4镇石将、诸卫将军，在安西一带任职。年少时的高仙芝素有才学，且勇武果敢，表现出对军事浓烈的兴趣。在高仙芝20岁时，因其父战功，被授予游击将军的小官，跟随父亲驻军安西4镇。高仙芝年少时曾在多位节度使手下工作，但都均为的赏识。直到开元末年，唐玄宗任命新的节度使夫蒙灵察前来任职。夫蒙灵察认为高仙芝日后会成为一位出色的领导，就上表提拔高仙芝为燕齐镇守使、安西副节度使。高仙芝得以有了独自领军的资本。但真正让高仙芝得以步入朝中大臣视野的，还是不久后在收复小薄律国的表现。小薄律国原为大唐的属国，同时也是吐蕃通往安西4镇的交通要道，被誉为唐之西门。在地理位置上，小薄律国位于吐蕃与唐朝之间，起到一定的战略缓冲的作用。若小薄律国归于吐蕃，那么唐朝在西域的整体局势将处于被动的状态下。吐蕃也深知小薄律国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，现任吐蕃赞普上台后，对小薄律国实行了联姻政策，将吐蕃本国的公主嫁于小薄律国为妃，迫使小薄律国倒向吐蕃。吐蕃的势力范围得以向西北各国渗透，一度出现西北20余国皆臣吐蕃的局面。玄宗曾派出包括现任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在内的共3任节度使领军攻打小薄律国，但都无功而返。天宝6载747年，夫蒙灵察向玄宗推举了高仙芝，玄宗随即敕令时任安西副节度使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，统帅步骑精兵共计1万人，历时数月长途跋涉抵达吐蕃境内。高仙芝将大军兵分3路，与吐蕃重镇连云堡成功会师，随即率部攻城，大破连云堡，击溃城内万余吐蕃主力。此战高仙芝率部杀敌数千，生擒敌兵将1000余人，缴获的物资、马匹、锦缎不计其数。10载，从陈至泗，大破之，至夜奔逐，杀5000人，生擒1000人，余并走散，得马1000余匹，军资器械不可胜数。之后，高仙芝令少数部下驻守连云堡城，自己则带着大部队出发乘胜追击，直扑小薄律国国都阿努越城，并派兵阻断了吐蕃与小薄律国之间的通道。小薄律国在外有劲敌，内无强援的窘迫环境下，被迫开城投降。唐朝廷改其国号为归仁，派遣官吏驻扎，设归仁军镇守。此一战奠定了大唐在西北诸国中牢不可破的地位。西北诸国先后向大唐俯首称臣，高仙芝也因为战功被玄宗所重用，将管理西域诸国的事宜全权的交付给了高仙芝。高仙芝得以彰显自己的军事才能，开始为大唐开疆扩土。在他执政安西都护府时期，
大唐帝国的疆域达到了巅峰。天宝9载750年，高仙芝征服了十国，并将其国王押送回长安问斩。侥幸逃脱的十国王子随即向中亚的第一帝国阿巴斯王朝求援。阿巴斯王朝是由阿拉伯建立的帝国，因其帝国麾下的军队旗帜皆为黑色，又被时人称之为黑衣大食。其势力范围横跨亚、非两个大陆，是当时除了唐朝外最强的帝国。高仙芝带领的唐军不断开疆扩土的同时，也在无形之中得罪了这位中亚的巨无霸。高仙芝明白唐军的不断西进与大食之间早晚有一战，本着先发制人的原则，高仙芝决定趁大食尚未对唐军有着深入的了解时发兵西征。天宝10载751年，高仙芝征调安西都护府的唐军吉葛罗路、巴汉那国的军卒组成大唐联军，共计3万余人，长途奔袭700里，深入阿拉伯的达罗斯地区。大唐联军与黑衣大食的军队在达罗斯地区展开决战，这也是当时世界史东西方两大帝国间的一次直接碰撞。达罗斯之战共持续了5日。战争初期，大唐联军凭借着军队装备上的领先，一度占据着战争的上风，但后来因为联军内部葛罗路军队的叛乱，导致唐军发生混乱，最终导致整场战役的溃败。此役使得唐军在中亚的权威受到了挑战，但对唐朝疆域并未有过多的影响，更是将中原的造纸术、指南针等先进技术传入中亚、欧洲地区。此役后，高仙芝被玄宗召回长安，不久就升迁高仙芝右羽林大将军。755年，安史之乱爆发，早已年迈的高仙芝依旧被任命为统帅，镇守潼关，保障首都长安的安全。但因宦官边令城的陷害，以及唐玄宗后期因为安史之乱对各大将领的猜忌，导致高仙芝惨遭诬告杀害。高仙芝作为大唐疆域的开拓者，一生为大唐鞠躬尽瘁，在他的带领下，使得西域诸国对唐军俯首称臣。虽在晚年对待西域各国有着野蛮屠杀的行为，但也不可磨灭其为大唐立下的赫赫功勋。北斗七星高，哥舒叶带刀。哥舒翰，突骑师首领，哥舒部落人。10载，胡人多以部落称姓，因此其名的由来大致是哥舒翰的部落名。哥舒翰家境殷实，早年乐善好施，颇有侠义风范，在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帐下做过辅将，因其通晓兵书，善于谋略，深得军中将士的爱戴。天宝6年747年，王忠嗣有意提拔哥舒翰，升任其为大斗军副使。在此之后，哥舒翰开始领军作战，并在与吐蕃的作战中作战骁勇，屡立战功，得以受到朝廷的关注。此时的宰相李林甫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素有不和，诬告王忠嗣勾结太子，图谋不轨。玄宗将王忠嗣收押牢房，打算处于极刑，并令哥舒翰代替王忠嗣。哥舒翰得知消息后，星夜赶往宫中向玄宗求饶，并打算用自己的官位来赎王忠嗣的过错。玄宗大受感动，决定对王忠嗣从轻发落。此后，哥舒翰回到陇右，接着为朝廷驻守边境。天宝8年749年，哥舒翰在朝廷的授意下发兵征伐吐蕃。哥舒翰率领陇右、河西及府下突厥兵向吐蕃重镇石宝城发起进攻。石宝城城高墙厚，吐蕃人凭险据守，唐军多次进攻，均无过大的战果，且自身伤亡惨重。哥舒翰眼见着唐军久攻不下，心有怒气，告诫全军限3日内破城，否则将攻城的将士自先锋官到士兵全体斩杀。唐军声势大振，3日后顺利攻克石宝城，吐蕃主力死伤惨重。因哥舒翰征讨吐蕃有大功，朝廷特赏赐哥舒翰开府仪同3司。不久后又加封哥舒翰西平郡王、太子太保。朝中有人用诗夸奖哥舒翰：北斗七星高，哥舒叶带刀，至今窥牧马，不敢过临瑶。自此，哥舒翰在朝中声威越发浩大，但因身体状态的恶劣，哥舒翰无奈闲赋在家。天宝14年755年，安史之乱爆发。晚年的玄宗因安史之乱导致对手握大权的将军极其不信任，
玄宗听信宦官边令城的诬告，而将原本守卫潼关的老将高仙芝等人问斩。等到高仙芝等人被杀后，此时的朝廷内部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地步。面对安禄山大军的来势汹汹，玄宗无奈只得启用因患中风闲置在家的哥舒翰。玄宗令哥舒翰防卫潼关，保障长安的安全。哥舒翰在潼关上任后，知道因此的叛军兵锋正盛，贸然的出兵与敌决战实为下下之策，就在城中坚守不出，一方面等待各路援军的救援，一方面消磨叛军的兵锋。就这样，哥舒翰坚守潼关，与城外安禄山叛军对峙了数月有余。此时天下的局势已朝着有利于唐朝的方向发展。郭子仪、李光弼二人带领的联军已在安禄山的后方屡立战功，多个被叛军控制的郡县成功反正，唐军即将形成对叛军的合围之势，天下局势正朝着有利于唐军方向发展。但此时的丞相杨国忠与哥舒翰又起了矛盾。哥舒翰对于当朝宰相荼毒天下、祸乱忠臣的行为不满已久，在朝与杨国忠多有争执，二人积怨颇深。哥舒翰在潼关手握重兵后，杨国忠畏惧哥舒翰大权在握的现状，便启奏玄宗，让自己的亲信杜前运带兵1万驻扎坝上，来弥补潼关到长安这段无兵驻守的真空地带。玄宗应允。哥舒翰得知杜前运率兵前来后，以一句坝上军力潼关，将这1万人归自己所用。哥舒翰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越发的深厚。此时在潼关面前负责攻城与驻守陕郡的是安禄山麾下大将崔乾佑。崔乾佑此人素有谋略，此人到达陕郡后，为改变目前不利于乙方的形势，故意让人放出消息说陕郡目前的守军人数不到4000，且都是老弱病残之军。消息传到了长安，杨国忠借此上书奏明唐玄宗，要求哥舒翰出兵攻打陕郡。久经沙场的哥舒翰深知这是叛军哄骗唐军出城迎战的诡计，贸然出兵必败无疑，极力劝阻玄宗不可出兵。郭子仪、李光弼等各地将领也来信劝阻玄宗，但玄宗自安史之乱以来压抑已久。安史之乱自发生以来，唐军屡战屡败，使得玄宗身为帝王的权威大受损害，急需一场胜利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，便不顾哥舒翰等人的劝解，执意要求哥舒翰率军出城进攻陕郡。明知此意必败无疑，但面对帝王的命令，哥舒翰仰天痛哭后率部出城。果不其然，哥舒翰不遭遇叛军埋伏，全军大败，仅率数千残兵逃回潼关。不久后，叛军将领崔乾佑带兵攻城，哥舒翰因双方实力差距悬殊，战败被俘，被押送至幽州。公元757年，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将哥舒翰等30余名俘虏杀害，一代名将哥舒翰身死。回顾哥舒翰的生平，早年为大唐扼守陇右，多次击败了吐蕃的入侵，晚年因上层领导者错觉的判断，导致其出城被俘，最终导致被杀。可以说，论军事实力，哥舒翰算得上玄宗时期的一员名将。晚年虽有与安禄山同流的可能，但依旧不失其为大唐的忠臣猛将。李光弼，契丹族人，其父李凯洛原是契丹酋长，在武则天时期举家归附唐朝，玄宗时期官至朔方节度副使，以骁勇威名朝野。李光弼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，也是能文善武，善于骑射。天宝5年747年，李光弼被任命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兵马使。王忠嗣对于这样一位有才之人十分的器重他，常常与下属称赞李光弼，认为李光弼才是自己的接班人。早年在边塞，李光弼就被人称之为名将，因在边塞对外作战的战功，李光弼被升任为河西节度副使。不久又加封单于副都护。天宝15年756年，此时的安史之乱已爆发1年有余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推举素有才干的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，前往河北前线作战。李光弼被授予河东节度使，率部抵达井陉，与安史之乱的叛军将领史思明在常山对峙40余日。4月，郭子仪率兵到达常山，与李光弼合兵一处，大破叛军。此役过后，唐军在河北声势浩大，军威大振，
河北10余郡皆重新归附于唐军。至德2年757年，叛军在史思明的带领下，兴兵10万进攻北都太原，太原大战就此打响。此时守备太原的李光弼所部不足万人，且都是刚招募之新军，面对叛军人数高达自身数十倍的绝对兵力压制，李光弼亲自登上太原城头指挥部下作战，更是与部下一同进退，一起守城，一起加固城垒。主将尚且拼命，将士们岂敢懈怠？一时间，唐军的军心大振，太原城在叛军10万人的围攻下屹立不倒。史思明指挥的叛军以几倍兵力尚未久攻不下太原，叛军的军心越发的动摇。李光弼更是遣人谎称自己即将投降，暗地里命令部下挖掘地道贯穿敌营。翌日，率全城将士出兵，做出投降之态。待叛军驻地崩塌、内部混乱之际，率部杀人敌营，斩敌数万。史思明部溃不成军，率领叛军弃营而逃。此战后，河北地区的叛军已不成气候。757年，叛军首领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暗中派人刺杀身亡。安庆绪上台，却依旧未扭转叛军局势，再次大败于唐军，首都长安被收复。叛军将领史思明与安庆绪在内部因为权力的争夺展开内乱，安庆绪预谋杀害史思明，导致史思明意气之下出走，带领所部13郡集兵8万降唐。唐朝平叛形势一片大好。乾元元年758年，唐廷对投降的史思明素有猜忌，图谋暗中杀死史思明以除后患。不料消息走漏，史思明复叛，并与安庆绪遥相呼应，大破唐军。宦官于朝恩与郭子仪素有隔阂，趁战败诋毁领军将领郭子仪，郭子仪被召回朝廷，解除军权。不久，史思明斩杀安庆绪，叛军统归史思明。郭子仪下台后，李光弼代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，带领军队剿灭叛军。次年又被升任为天下兵马副元帅，统领各路军队剿灭安史之乱叛军。在此期间，李光弼率领的唐军将叛军多次交战，输少赢多，叛军的势力逐渐被李光弼率兵肃清。上元2年761年，史思明的军队再次发生内讧，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。叛军势力在各路唐军的围攻下基本平乱，但因安史之乱历时间过长，各地百姓深受其害，不时有农民起义出现。宝应元年762，李光弼一镇徐州，镇压了浙东附近叛乱的元朝农民军。次年，史思明其子史朝义被唐军斩杀。历年7年的安史之乱平定，此时的唐廷已被评判有功的宦官于朝义掌权。李光弼与于朝义等宦官集团不和，认为当今皇上亲信宦官迟早会有灾害。李光弼晚年与于朝义为首的宦官集团反复对抗，但终因自身势单力薄，无法撼动，最终病死徐州。李光弼为大唐驻守边境，更是在唐朝第一大乱安史之乱中屡立奇功，一生杀敌无数，有勇有谋，是唐朝中期将军中巅峰之存在，无愧名将称号。除以上5人外，唐朝还有许多的外籍将领、文官，如百济人黑齿长之，因对吐蕃作战有功，高宗时官至左武卫大将军。日本人阿培仲马吕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朝衡，留居中国50年，曾任安南都护、镇南节度使等官职，更与当时的大诗人李白结为知己。大诗人李彦生，唐玄宗时期一举中第，授翰林学士等等。正因为唐朝一直秉承着包容的治国准则，一大批外族有才之士得以在大唐展露自己的才华，大唐的疆域也得以不断的扩大。大唐成为了我国古代及元、清之后国土面积排名第3的帝国，雄踞亚洲。唐朝历经近300年，这300年里，唐朝将自己的赫赫威名传遍了全世界，周边无数的小国对大唐俯首称臣。公元7世纪到10世纪，大唐王朝是哪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一帝国？